FPV 加霰弹枪等于战斗机，乌军如何打赢无人化空战？乌总参谋部辟谣，没有抓飞行员填线。德国向乌再提供60枚防空导弹，但泽连斯基直言，部队仍然缺乏装备。近日，乌克兰第30独立机械化旅第2机械化营公开展示了一段视频，显示其装备了短管霰弹枪的无人机成功摧毁了超过20架俄军无人侦察机。据悉，这种特殊改装的无人机不仅能有效地打击飞越乌军阵地的敌方侦察机，还能对地面俄军士兵造成威胁。据乌方介绍，这种无人机配备了霰弹枪后，可以利用散弹的范围优势，一次性击中甚至摧毁敌方慢速低空目标。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库皮扬斯克、辛基夫卡和彼得罗帕夫利夫卡附近，俄军步兵和无人机均遭受了这种霰弹枪无人机的攻击。事实上呢，霰弹枪在战场上的应用日益广泛，和传统武器相比，它可以在近距离对敌方无人机造成严重损伤，即使射击精度不高，也能起到显著效果。然而，霰弹枪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射程有限，只能在较短距离内对慢速目标有效。除了乌克兰国防军使用外，多国军队也开始采购霰弹枪用于无人机对抗。同时，为了提升霰弹枪无人机的作战效能，一些企业，包括俄罗斯在内，正在开发专用的弹药。例如，俄方的一家公司研发了一种拦截弹药，发射后会释放一张网，旨在缠绕并破坏无人机的螺旋桨和旋翼。但测试显示该网的有效射程仅为30米，射击距离较传统的霰弹枪弹药是更短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乌克兰首次将轻武器和无人机结合。此前有报道称，乌克兰国防军曾使用一架配备了1974年制的5.45口径的 AK-74步枪的 FPV 无人机黄蜂女王对敌方步兵发起清除行动。这种创意性的武器改造由乌军的布拉瓦分队的士兵研发并测试，为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当前，霰弹枪这种极少被用在全面战争的武器，已经成为了俄乌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保命神器。无论是俄乌双方都开始研发针对无人机的新式霰弹枪。2024年10月28号，根据 Defense Express 网站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已经正式批准武装部队使用 Safri HG105M 半自动霰弹枪。这款创新型枪支采用12口径的子弹，特别适合近距离作战，并且在对抗敌方的 FPV 无人机方面具有额外优势。HG105M 霰弹枪采用了气动系统，并采用无托设计，将重心移到了更靠近武器中心的位置。这种无托配置可以保持全长枪管，同时最大程度缩短总长度，增强在狭窄空间内的机动性，并减少长时间操作时的疲劳。该霰弹枪重量略超过了4公斤，紧凑的外形进一步改善了平衡性。HG105M 霰弹枪有5发和10发弹匣可供选择，具有多功能性和持续火力，对于摧毁敌方无人机特别有效，标志着它成为了乌克兰在现代战斗场景中防御武器库的重要补充。2025年1月14号，乌克兰第114战术航空旅的技术人员公开呼吁，要求关注该旅技术人员被重新分配到步兵部队的现象。他们警告，这一行动可能对航空旅的战斗准备能力造成了严重威胁。该部队的中士维塔利·霍热夫斯基透露，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将被调往步兵岗位。他强调，这将直接导致无人机能够维护装备的米格29战机，从而削弱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霍热夫斯基指出，该旅此前已经调动了250名技术人员，目前又计划调动218人。霍热夫斯基表示，从2014年以来，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乌克兰的战斗机提供维护和技术支持，并积极适应了西方盟友提供的新型飞机。这些技术人员是乌克兰空军作战能力的重要支柱，他们的调离将严重削弱战斗机队的战备能力。该旅高级技术员德米特罗·顿佐夫更是警告称，此类决定实际上相当于逐步解散空军。对此，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表声明，否认有计划将空军工程技术人员调往步兵部队。他们表示，目前空军的技术专家数量正在增加，然而由于前线步兵短缺，一些空军人员确实被派往了训
训练中心，以增强地面部队的力量。总参谋部强调，关键技术岗位的专业人员，包括飞行员和工程师，不会被调离。同时，他们指出，为应对前线需求，部分空军和其他军种的人员被重新分配到了地面旅。这是一项艰难但是必要的决定。消息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广泛关注。泽连斯基在最新的视频讲话中就表示，他已经指示空军领导层避免减少航空和防空行动的技术人员数量。这一表态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也反映出高层指挥系统在面对人力短缺问题时的挑战。自2024年春季以来，乌克兰空军已多次向地面部队调派人员了。据悉，仅25年1月11号的一项命令中，就有超过5000名空军士兵被转调至陆军。这种大规模调动对乌克兰空军的作战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据空军高级军官透露，部队的人员配比例已经降至了约50%，若继续执行现有命令，这一比例可能进一步降到40%。有分析认为，这次事件并非孤立，而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人力短缺问题的缩影。一些空军部队的防空、防御和技术支持岗位已经被大幅削弱，影响了整体防御能力。此外，调动技术人员的决定还可能导致部分防空飞弹系统和机动火力小组的效率下降。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在满足前线需求的同时保持空军的战斗力，已经成为乌克兰军方面临的重大挑战。1月15号，俄军在多条战线上继续对乌克兰阵地发起进攻，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武装部队凭借高效的指挥、精准的火力和无人机优势，在多个方向成功阻止了俄军的突破企图，进一步巩固了防线。在库尔斯克州突出部，俄军集中兵力尝试推进，但未能获得任何突破。俄军第106空降师第83空降旅的部队在尼古拉耶沃达里诺区域，第115海军步兵旅则部署在了苏贾以北的马拉亚克洛尼亚地区。然而，乌军凭借精准的防御作战，阻击了俄军的所有进攻企图。尽管俄方声称占领了切卡斯科伊等多地，但缺乏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与此同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州试图对沃夫昌斯克一线发动攻势，企图推动乌军向国际边界后撤。参战的俄军包括第128摩托化步兵旅，但均未取得明显进展。在卢甘斯克方向的战斗是尤为激烈，俄军试图在库皮扬斯克地区发动多点进攻，目标包括彼得罗巴夫洛夫卡和塔拜夫卡等地。第27摩托化步兵旅被部署到了博罗瓦以东参与作战。然而，在乌克兰炮火的压制下，俄军的多次进攻均被挫败，未能撼动乌军防线。利曼方向的攻势同样没见成效。俄军试图在特尼和扎里赫区域突破，但乌军炮兵和无人机协同作战，摧毁了敌军80%到90%的装备，包括装甲车和坦克。乌军指挥官指出，无人机在数量和精准度上占据优势，这是俄军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对多个重点区域发动进攻，包括西维尔斯克附近的比洛霍里夫卡和维姆卡区域，以及恰西夫亚尔中心的地区。尽管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参与其中，但乌军依然成功遏制了敌军扩张。此外，俄军在托列斯克地区尝试扩大控制范围，声称在谢尔比尼夫卡一带取得了进展，但战场上未见实际成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同样焦灼，俄军集中第80坦克团、第589和第506摩托化步兵团等多支部队，对兹韦雷沃、乌斯佩尼夫卡等区域发动进攻，但乌军在有力的防守下确保了战线稳定，敌军未能取得突破性战果。在库拉霍韦和维利卡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调动第33摩托化步兵团、第36摩托化步兵旅等部队参与作战，但在乌军顽强的防御下，俄军推进受阻，未能控制彼得罗巴夫洛夫卡和弗列米夫卡等关键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多条战线展现了高效的防御能力，不仅有效削弱了俄军的攻势，还通过无人机侦察和精准打击全面稳固了防线。尽管俄军投入大量精锐部队，乌克兰防线依然牢不可破。稳定的局势增强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信心和战略主动性。据德新社1月15号报道，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60枚 IRIS-T 防空系统制导导弹，以增强其防空能力，应对俄罗斯的持续攻击。这批价值6000万欧元的援助来自德国联邦国防军库存。尽管目前融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德国在乌克兰严峻的背景下做出了这一决定。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此前访问基辅，并在14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皮斯托里乌斯向泽连斯基保证，德国在2月23号提前议会选举后，仍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希望能找到方法，额外向乌克兰提供约30亿欧元的援助。他表示，德国目前正在努力解决政府财政问题，并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与此同时，泽连斯基15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军队当前仅有60%的部队装备齐全。他坦言，前线战斗异常艰难，主动权不断在双方间交替，一些村庄和城镇在战斗中被俄军占领，尤其是在乌东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此外，泽连斯基在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会晤后透露，乌克兰军队目前人数为88万，并没有裁军计划。他强调，乌克兰当局正在不断敦促西方盟友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并对部分国家行动迟缓和供应不足表达了不满。对于西方武器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一再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新武器不会改变前线局势，只会延长冲突时间。当前，乌克兰正试图通过增加国际援助以改善其部队装备和前线局势，但整体战争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